觉时尽量把脚露在外面有什么作用？医生，经常失眠或与肝有关。睡眠是我们劳累一天获得休息的一个过程，但现在由于生活、学习、工作的压力过大，有些人选择挤占睡眠时间来进行社交、刷视频等放松活动，也有一些人想要获得一个好睡眠，但现实却不能如愿，往往都会失眠，在凌晨2、3点才得以入睡。我们在入睡前会有各种不同的行为习惯，这些行为习惯也在影响着我们的睡眠质量。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在睡前刷手机，结果看着看着就不困了。还有人为了能睡一个好觉，会在睡前喝一杯牛奶，或者在睡前泡脚15到20分钟。除了这些，在入睡过程中，我们也会发现，每个人喜欢的入睡姿势也是不一样的。有些人喜欢趴着睡觉，有些人喜欢抬高一侧腿呈登山式入睡，还有些人喜欢在睡觉的时候把脚露在外面。可能会有些人觉得不用这种姿势自己无法入睡或者入睡困难，那这是为什么呢？下面我们以睡觉时喜欢把脚露在外面为例解释一下原因。一、脚部散热与什么有关？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喜欢把身子盖得严严实实，但把双脚露在外面，虽然可能会因为没有安全感而把双脚缩回去，可还是会因为感觉热而不自觉地把脚伸出去。这其实是因为我们人体自有的体温调节系统在发挥作用，在我们盖着被子，身体散发的热度被笼罩在被子里，导致体感温度升高。为了散热，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把我们的双脚伸出被子。可是为什么我们不是直接掀开被子散热，而是把脚伸出去呢？皮肤是我们感受外界温度、调节自身体温的器官。如果在感到被子里热而外界冷的情况下，我们直接掀开被子散热，会因为散热过快而感到寒冷，而只是把我们的手、胳膊、脚露在外面，散热的速度较慢，不会有突然寒冷的感觉。而且，我们的双脚在被子的边缘处，感到寒冷的话，可以随时缩进被子里，动作幅度小，不会打扰到我们的睡眠。睡觉时把脚露在外面，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。我们建议一些有失眠困扰的人尝试寻找一个舒适的入睡姿势。把我们的脚露在被子外面就是其中一种。有人认为把脚露在外面调节我们的体温，可以让我们入睡的时候感到更加舒适。另外，把脚露在外面还可以促进脚部的血液循环，缓解我们脚部疲劳，从而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。所以，如果您觉得把脚露在外面可以睡得更好，那不妨保持这个习惯。二、失眠或许与肝脏有关。如果一个舒适的姿势无法改善您的睡眠，那不妨向医学方面探寻一下。我们身体内的肝脏不仅仅是一个排毒代谢器官，还与我们的睡眠有关系。我们的肝脏只有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才能得到休息，休息好了，肝脏才能好。而这一作用也是相互的，我们的肝脏出了问题，那我们的睡眠也会受到影响。如果您在床上酝酿很久的睡意才能睡着，有入睡困难的表现，这很可能是因为肝气郁滞。从中医阴阳学说上来看，入睡是一个人体阴阳气机转化的时机。如果我们的阴气充盛，则容易入眠；阳气充盛，则醒来后精气充盛。肝脏可以调畅气机，促进阴阳之气的顺承转接。如果肝气郁滞，那我们的睡眠就会受到影响。我们的睡眠质量也显示着我们的肝脏问题。很多有肝炎的人会有白天睡不醒，晚上睡不着的情况，这是因为肝炎病毒的侵害，导致中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水平变高，从而出现睡眠障碍。肝功能异常的人会有难以入睡的失眠情况出现，这种情况不及时解决，任由其长期发展下去，可能会引起精神类疾病。除了睡眠质量以外，如果在晚上睡觉时出现腿脚抽筋的情况出现的话，除了考虑缺钙，还要考虑是不是肝出了问题。肝主筋，肝脏不好就会导致腿部抽筋。如果我们的肝脏受损，又有失眠的情况出现，肝脏不能在夜间好好排毒，身体内的毒素累积，就会使我们的肝脏损伤更加严重。而肝脏受损导致腿部抽筋，又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，这样无限的恶性循环，只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。三、失眠还与哪些脏腑有关？影响睡眠的脏腑不仅仅只有肝脏，还有其他的脏腑。
中医将失眠称为不寐，所谓不寐是指入寐困难，有寐而易醒，有醒后不能再寐，亦有时睡时醒，严重者彻夜不寐多种情况。这一疾病的发生是人体内阳盛阴衰、阴阳失交而导致的，与我们的心、肝、脾、肾4个脏腑有关。我们通常将不寐分为5个症型，包括肝火扰心、痰热扰心2个实症和心肾不交，心脾两虚、心胆气虚3个虚症。如果您有失眠多梦、急躁易怒的情况出现，伴有头晕头胀、目赤耳鸣、口苦口干等肝火旺盛的表现的话，这是肝火扰心所导致的，我们应该选用疏肝泻火、镇心安神的方药。如果您的失眠表现为烦躁不寐、胸闷恶心、心下位置胀满，似有气堵在那里，这可能是痰热扰心的症状。这种情况您可以观察一下您的舌头是不是舌体红色较鲜艳，而舌苔厚腻，还有些发黄，舌边可能还有齿痕印。如果是这样，您需要去找医生开些清热化痰、和中安神的方药来缓解。素问中记载，胃不和则卧不安。我们的脾胃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。脾胃不和主要表现为入睡困难、多梦易醒，还有不欲饮食、精神不济、腹胀便溏、面色泛黄等等表现。脾胃不和则气血生化不足，面色无华，身体背懒，感觉做什么都没有力气。这时候我们应该补益心脾，养血安神。除了这些，我们的睡眠质量还与我们的肾脏相关。心阳亢于上，肾阴亏于下，心肾不交则会失眠。一般表现为心烦失眠，可能会有心悸、多梦、头晕耳鸣的症状，还会伴有腰膝酸软、入睡时出汗、醒后汗止的症状，可能还会有手脚心发热、口渴的表现。另外，受到惊吓也可能会导致我们睡不好。4. 什么方法有助于改善睡眠？如果疾病导致的失眠症状，我们应该及时就医，采取适当的治疗措施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。在我们接受治疗的同时，我们也可以采取一些手段来帮助我们改善。首先，我们要保持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，选择合适的床单被品，保持房间通风。有研究表明，我们休息的温度稍低一些，更有助于我们的睡眠。其次，我们的晚餐也要注意，要吃的清淡，好消化一些，不要过饱，以免影响我们的消化系统。消化不好的话，可能会导致食物在胃中堆积，而产生一种胃中的胀满感。吃的过多可能还会有反胃感，这种感觉会影响我们的睡眠。在我们睡前还应该避免喝茶水、咖啡等刺激神经的饮品，可以喝些牛奶来帮助睡眠。我们平时也要养成良好的作息，固定我们睡觉和起床的时间，不要总想着推迟一会入睡时间，或者等周末节假日等去补觉。不睡觉的时候，尽量远离床，让自己建立一个上床就睡觉，到时间就睡觉的条件反射。这样的条件反射有助于我们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，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。如果您入睡困难的话，我们不妨放下手机，远离那些会刺激我们大脑使我们感到兴奋的休闲活动。我们可以听一些催眠的白噪音，比如说有些人听着老师讲课就会觉得困，那就可以在睡前听上课的录音。在我们入睡前找到舒适的睡姿，就保持这个姿势不要动了，慢慢调整呼吸，让自己放松下来，这样很快就能睡着了。很多人喜欢在晚上睡觉前进行锻炼，觉得自己累了就能睡着了。可是您是不是发现锻炼之后，自己反而更加亢奋了，更睡不着了呢？晚上锻炼会提升人体体温，而这个温度降下去需要4到6个小时。体温过高，我们就会兴奋的睡不着。所以睡前锻炼不可取，但我们睡前可以做一些舒缓放松的拉伸运动，比如一些简单的瑜伽，放松身体，这才有助于我们的睡眠。结语：一个好的睡眠能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好的休息，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，保护我们的大脑，提高身体代谢，缓解疲劳，恢复活力，还可以促进生长发育，改善我们的皮肤。如果您有减肥和改善皮肤的需求，不如放弃熬夜的习惯，尝试早睡早起，或许能比单独运动节食效果更好。影响我们的睡眠的因素有很多，为了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，大家也都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办法。